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身在热闹的人群里，身边的朋友聊得火热，笑得很开心，你的心底却总会突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孤单。你常常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对大家都在拼命追求的名利地位提不起太大的执念。你有你独特的敏感，你有你自己的节奏，甚至很多时候你的一个转念，一个没来由的直觉，就能精准地预感到某件事情的走向。你是不是也曾静静地看着窗外，在心里偷偷问过自己，我到底是来这个世界做什么的？各位有缘人，当你今天点开了这支影片，请相信这绝对不是演算法的巧合，而是天意，是你的灵魂指引你来到了这里。这预示着你生命中那些泥泞的困境，消耗你的负能量，都将从此刻开始慢慢从你的生活中剥离。请你先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声，我准备好了，我愿意接纳所有的好运与平静。现在我想请你先放下手边的忙碌，做一个深呼吸，然后举起你的双手，静下心来仔细看看。我们今天不看掌纹，也不看手型漂不漂亮，请你只专注地比较2根指头，你的无名指是不是比食指还要长出那么一截？或许你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个小小的细节，但其实在命理与佛法的交光处，这看似不起眼的长短差别里，藏着天大的玄机。一直有一种古老的说法是，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命运的底色注定和一般人不同。他们不是被业力牵引来人间受苦的凡夫，而是天界的散仙转世，是带着愿力来到这红尘里的。这句话乍听之下，是不是觉得有点悬，甚至有点不可思议？但请你先别急着划走，给自己一点时间，静静地听下去。你会慢慢发现，这不仅仅是神秘学，这背后藏着的因果轮回与灵魂印记，比你想象的还要真实。甚至它将解开你这半生为什么总是走得比别人坎坷，爱得比别人辛苦的真正谜底。佛家常说4个字，因果不虚。你今生拥有什么样的样貌，什么样的命格，遇到什么样的人，甚至连你手指的长短，这都不是医院里一张基因检测报告就能完全解释的。在佛法的智慧里，这都是果报，是你前世种下的因，在今生发了芽。我们常听到佛教里讲6道轮回，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很多凡夫俗子来到人间，是为了酬业，也就是来还前世欠下的情债、钱债，受过去造下的苦。但有一类人，他们不一样，他们不是来还债的，而是成愿再来的。刚刚我们提到天界散仙，请你千万不要联想到古装剧里那些会飞天遁地、呼风唤雨的神仙。在修行者的语境里，所谓的散仙指的是那些曾经在人间修行过很长的时间，或许曾在寺庙里诵经打坐，或许曾在深山里闭关悟道的人。他们的灵性已经非常高满，福报极深，但因为心底还有一丝对众生的牵挂，或者没有完全断除对世间的微细执着，所以他们未能直接进入究竟涅槃的佛国。但他们也不愿堕落凡尘去争名夺利，于是成了介于天界与凡间的存在。这一次，他们是应着自己的愿力，再次投生人间。这跟你的手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借用一点风水与命理的智慧来做个对照。在手相学中，我们的食指属木，代表着木星的能量，它主导的是一个人的野心、权力欲望、主观意识和控制欲。你可以观察一下，那些食指特别长的人，往往在世俗社会里很拼命，喜欢当领导，追求升官发财，争强好胜。而你的无名指属火，对应的是太阳的能量。太阳代表什么？它代表着光明、灵性、才华，还有无私的照耀。
当你的无名指长过了食指，这其实是天地在你身上留下的印记，它说明了你这个人对红尘名利的执着非常淡薄。你的灵性能量，你与宇宙天地的连结，远远大于你对世俗权力的渴望。你不是没有能力去赚大钱、当大官，而是你打从心底觉得争那些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散仙转世最典型的特质。你们常常不走一般人的路，而是在红尘里修行。很多这样的人眼睛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深度，好像藏着古老的记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常常有一种我好像不是第一次来这个世界的错觉，因为你的灵魂真的已经很老很深了。一般人是从平地拼命往上爬，想抓住物质，而你却像是从高维度降落的光，在一点一点地找回自己原本是谁。但请注意，上天给了你这么高的灵魂起点，并不是让你来享清福的。既然是来修行的，你的人生就注定要面临5重极其特殊的人生关卡。既然是带着灵性的印记来到人间，你的人生就注定要走过5道特殊的关卡。这不是老天爷在刁难你，而是要借由这些试炼，把你身上那些属于世俗的尘埃洗干净，让你找回原本发光的自己。我们来看看你今生注定会经历的第一道关卡，叫做无人能懂的极度孤独。你回想一下，在你的人生里，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画面？过年过节、家族聚会，或者跟一群朋友聚餐，大家在饭桌上聊着哪只股票赚钱，哪里的房子增值，谁又买了什么名牌。你坐在那里，脸上挂着微笑，但心里却有一种深深的疲惫与空虚。你插不上话，也不想插话，你总觉得他们在乎的那些东西你提不起劲，你宁愿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房间里，看一本书，泡一杯茶，甚至只是发呆，看着天空的云。很多人误以为这种孤独是因为没有朋友，没有人爱。错了，你的孤独是因为你的灵魂太老了。为了解释这份深刻的孤独，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佛门里的古老故事。在唐代，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古刹，庙里有一位名叫悟澄的年轻僧人。这座寺庙非常热闹，每天都有达官贵人来进香。师兄弟们忙着为富商祈福，忙着做法会，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充沛，很入世。唯独悟澄总是一个人坐在大殿外的石阶上发呆。悟澄常常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师兄弟们聚在一起讨论哪位施主给的香火钱多，讨论哪部经文念了能得长寿，他却觉得这些话语像是一阵阵嘈杂的风，吹不进他的心里。他感到一种极度窒息的孤单，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性格有缺陷。为什么别人都能在人群中找到快乐，他却只觉得悲哀？有一年的寒冬，大雪封山，寺庙后方的那座大湖结了厚厚的冰。悟澄一个人走到湖边，看着白茫茫的冰面，心里的孤独感达到了顶峰。他对着空旷的冰湖叹息，天地这么大，为什么没有一个灵魂能听懂我的声音？难道我注定要在这热闹的人间做一个无处安放的孤魂吗？这时，寺里最年长、平时负责扫地的老和尚悄悄走到了他的身后。老和尚穿着破旧的棉袍，手里拿着一把竹扫帚。他没有看悟澄，而是用扫帚轻轻敲了敲湖面上的厚冰。悟澄啊，你觉得这座湖孤独吗？老和尚突然开口。悟澄愣了一下，回答：这湖面被厚冰封死，连一条鱼也看不见，连一丝风也吹不进去，当然孤独。老和尚笑了笑，摇摇头说：你只看到了表面结的冰，却没听到冰层底下的声音。你趴下来听听。悟澄半信半疑地趴在冰冷的湖面上，把耳朵贴在冰层上。那一瞬间，他愣住了。在厚厚、坚硬、寂静的冰层之下，他听到了极其宏大、深沉且川流不息的水声。
原来湖水从未停止流动，它只是在表面结了一层冰，用来隔绝外界的寒冬，而在最深处，它依然保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老和尚轻轻拍着悟晨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世间的大多数人就像是这湖面上的雪花，风吹到哪，它们就飘到哪，它们聚在一起，显得很热闹。而你是这冰层底下的深水，你觉得自己孤独，是因为你渴望这世上的雪花能懂深水的沉默。这怎么可能呢？老和尚接着说，你的孤独不是病，也不是惩罚，那是因为你的灵魂频率太深。深水是不需要向雪花证明自己的，深水的作用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它宽阔的胸膛去倒映天上的那一轮明月。如果你总是在乎身边的雪花怎么看你，你的水面就会起波澜，你就永远映不出那轮象征智慧与开悟的明月了。悟晨听完这番话，眼泪夺眶而出，他终于明白自己这半生所承受的无人能懂，其实是老天爷为了保护他内心的清净，而特意为他结的一层冰。从那天起，悟晨不再去强求别人的理解，他学会了在孤独中安顿自己，最终成为了一代开悟的高僧。你的孤独就跟当年的悟晨一样，你不是不合群，而是你的心识太敏感。你看透了红尘的虚幻，自然就不愿意去随波逐流。这份孤独是你这辈子必须学会拥抱的礼物，因为只有在独处时，你的灵性才会真正开始生长。接着，我们来说说你的第二道关卡，财运的偏移与借用。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对应着太阳星的能量，你的才华、灵感往往很丰富，所以你特别适合从事自由业、艺术创作、教育、疗愈或者心理咨询这类的工作。你的钱通常不是靠拼死拼活的硬撑、出卖劳力赚来的，而是靠你的直觉、智慧和灵感换来的。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痛苦的现象？你的钱常常是左手进右手出，今天可能好不容易谈成一笔生意，进了一大笔钱，你还没来得及高兴，明天突然车子就坏了，家里人生病了，或者莫名其妙出现一笔急用，把这笔钱卡得刚刚好，全都花光了。你可能会抱怨，为什么我总是存不住钱？关于这点，佛经中有一个关于财富流转的故事，极其深刻。在古印度，有一位富甲一方的商人，大家都叫他善财老爷。善财老爷做丝绸生意，赚了满坑满谷的金银财宝。可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极度的恐惧和吝啬。他觉得这些钱都是自己拼了命赚来的，一分一毫都不能流失。于是他花重金在自家地底下挖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暗室，把所有的金锭、银条全部锁在里面。每天晚上，他都要亲自去暗室里数一遍金子，摸着那些冰冷的金属，他才能安心入睡。他从来不布施，遇到穷人乞讨，他总是叫家仆把他们赶走。遇到朋友借钱救急，他也总是哭穷拒绝。他以为这样财富就能永保安康，直到有一年，他的家乡遭遇了100年不遇的大旱灾，田地干裂，瘟疫横行。善财老爷有钱，他花高价买来了粮食和清水，躲在自己的大宅院里保命。可是有一天夜里，大地突然剧烈震动，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引发了地层下陷，一条地下暗河的河水汹涌地倒灌进了善财老爷的地下暗室。当他跌跌撞撞地跑到地下室门口时，只看到满室的泥水，那些他视如命根子的金银财宝全部被卷入了深不见底的地下暗河，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了。善财老爷一瞬间崩溃了，他一夜白头，变得疯疯癫癫，每天坐在废墟上又哭又笑。这时，一位云游的苦行僧路过，看着疯癫的善财老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僧人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个破木碗，
里面装着半碗浑浊的泥水。老爷，这碗水如果一直放在这里，10天之后会变成什么？僧人平静地问。善财老爷愣愣地回答，会发臭，会变成一碗毒水。僧人点点头，指着远处虽然干涸，但正等待雨水滋润的农田说，财富就像是水，老天爷降下大雨，把水赐给了你，不是为了让你建一个水坝，把它全部堵死在自己家里的。水如果停止流动，就会变成发臭的死水，最后反噬你自己。你把所有的财富都锁在地底，斩断了它，去滋养万物的生机。所以天地只能用它的方式强行把这些水收回去。僧人看着善财老爷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财富从来都不属于任何人，它只是福报的流动，你只不过是上天选中的一个管道。管道的职责是让水流进来，然后再流出去，去灌溉那些枯萎的庄稼。只要你这个管道是通畅的，水就永远不会断。你一执着想要截流，管道就会被撑破。这番话如同一道雷劈在善财老爷的头顶，他大彻大悟，从地上爬起来，向僧人重重地磕了一个头。从此以后，他用仅存的一点积蓄重新做起小生意，但他不再把赚来的钱锁起来，而是拿去修桥铺路、施粥赠药。奇妙的是，他越是把钱散出去，他的生意就越做越大，钱财像是有灵性一样，源源不绝地流向他。因为老天爷知道，把钱交给他，能利益更多的人。对于你们这种散仙体质的人来说，上天给你的钱，从来就不是让你拿去囤积、去挥霍的，而是借给你用的。你越是把钱攥在手里，越是怕失去，越是贪恋，这笔钱流逝的速度就越快。因为你的命格里正财的能量薄弱，偏财的能量强。这意味着你的财库是活水，不能变成一滩死水。你要怎么破这个关卡？很简单，修你的布施心。当你开始明白金钱只是帮助你在这个世间修行，帮助你照顾身边人的工具时，你越是不执着，你的财运反而会越来越稳定。你越愿意给予，宇宙的能量就会源源不绝地透过你去流向需要的地方。你只不过是这个宇宙财富的过路财神。当你放下了贪念，你反而永远都不会缺钱。说完了金钱的借用，我们来聊聊可能也是让你这半辈子流过最多眼泪、最痛彻心扉的第3道关卡，感情上的重重试炼与情债。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有一个很致命的特点，你太看重灵魂的契合了。在感情里，别人看重的是这个人有没有钱，长得好不好看，能不能凑合着过日子，但你不是，你要的是懂。你一旦爱上一个人，你爱得很深，爱得很纯粹，甚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全交出去。但结果呢？你往往发现对方根本接不住你这份厚重的情感，你们的步调总是对不上。你想的是灵魂的交流，他想的却只是柴米油盐，于是你的情路总是走得坎坷，不是遇人不淑，就是缘分来得快，去得也快。你可能会在深夜里偷偷哭泣，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是爱情的绝缘体，是不是注定要孤独终老。佛家常说有缘无分，以情修道。其实这不是你不配拥有真爱，而是你身上带着前世的情债未还。为了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必须讲一个佛教里极其著名的公案，叫做元婴寺的蜘蛛。这个故事讲透了人世间所有的求不得与放不下。传说在佛陀讲法的灵山会上，有一座名为元婴寺的古刹，在寺庙大殿的横梁上住着一只蜘蛛。这只蜘蛛因为每天听佛陀讲经说法，渐渐有了灵气。就这样过了1000年，佛陀有一天来到他面前，问了他一个问题：蜘蛛啊，你觉得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蜘蛛想都没想就回答：世间最珍贵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佛陀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转身离去。又过了1000年，一阵大风吹过，将一滴晶莹剔透的甘露吹到了蜘蛛的网上。蜘蛛看着这滴甘露，觉得它太美了，晶莹剔透，倒映着整个世界的颜色。蜘蛛每天看着甘露，心里生出了深深的爱慕。他觉得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可是几天后，又一阵大风吹来，无情地把那滴甘露吹走了。蜘蛛顿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失落中，感觉心都被掏空了。这时佛陀又来了，再次问他：蜘蛛，现在你觉得世间最珍贵的是什么？蜘蛛带着眼泪回答：依然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佛陀叹了口气说：既然你执念如此深，那就去人间走一遭吧。于是蜘蛛投胎转世，成了一个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名叫珠儿。珠儿长得花容月貌，在她16岁那年，皇帝在后花园举办宴会，在宴会上，珠儿遇见了一个新科状元，名叫甘草。珠儿对甘草一见钟情，她心里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这个人就是我等了几千年的人。珠儿满心欢喜地以为皇帝会赐婚给他们，没想到皇帝却将珠儿许配给了另一位将军织草，而将皇帝最宠爱的长风公主许配给了状元甘草。这个消息对珠儿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命中注定的人，却要硬生生被拆散。她陷入了极度的抑郁，终日不吃不喝，很快就病倒了，生命垂危。就在珠儿即将香消玉殒的时候，佛陀来到了她的床前。佛陀指着她的灵魂说：珠儿，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你还记得那滴甘露吗？珠儿虚弱地点点头，泪流满面。佛陀平静地说：你以为那个叫甘草的状元就是那滴甘露吗？你错了，当年把你吹到网上的那阵风是长风公主，而把甘露吹走的那阵风也是长风公主。甘露本来就是属于风的，它对你来说只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短暂插曲。而那个即将娶你的将军织草，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当年元音寺门口的一株小草，他仰望了你3000年，爱慕了你3000年，而你却从来没有低头看过他一眼。听到这里，珠儿突然如同大梦初醒，她终于明白了因缘果报的真相。原来她执着了一辈子的得不到与已失去，全是一场虚妄的幻影。佛陀最后问她：珠儿，现在你告诉我，世间最珍贵的到底是什么？珠儿擦去眼泪，露出了一个释然的微笑，轻轻地说：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也不是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话音刚落，佛陀欣慰地笑了，珠儿的病也奇迹般的痊愈了。各位有缘人，你今生遇到的那些让你痛彻心扉的人，不管是短暂的恋人，还是让你爱而不得的人，其实都是你前世的灵魂伴侣，或是冤亲债主。他们换了一个身份，重新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像那滴甘露一样。为了什么？为了让你把前世欠下的眼泪流完，把欠下的情分还清。一旦这笔债还完了，缘分自然也就散了。对你们这样成愿再来的灵魂来说，爱情从来都不只是为了白头偕老，而是一场深刻的修行。你要学会的是转情为慈，把对某一个人的执着与占有转化为对他的祝福。当你真正学会了放下，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你这道情关才算真正破了。当你熬过了情关的痛，紧接着你就会迎来人生的第4道关卡，灵性的猛烈觉醒。这通常发生在你经历了一场大病、一次破产，或者一次痛彻心扉的失恋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突然对周遭的物质世界失去了兴趣，
你开始对佛学、道家、命理、风水或者各种心灵疗愈产生极大的渴望，你的直觉变得准得可怕。你有时候会梦见已经过世的亲人，或是从没去过的陌生场景。有时候某件事情还没发生，你的心里就已经知道了结果。你甚至会看着身边庸庸碌碌的人们，在心里产生一种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一场梦？关于因极度痛苦而引发的猛烈觉醒，我想与你说一个佛陀时代最震撼人心的故事——吉沙果檀弥的故事。吉沙果檀弥身世贫寒，性格柔弱，嫁入大户人家后，因出身低微，受尽婆家冷眼与欺凌，直到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婴，他的处境才得以改善。对他而言，这个孩子是他生命的全部与唯一精神支柱。然而命运残酷，就在孩子刚学会走路，最惹人疼爱时，突然疾病。短短几天内，孩子就在他怀里停止了呼吸。那一刻，吉沙果檀弥的世界崩塌了，他无法接受现实，精神彻底崩溃。他拒绝相信死讯，紧紧抱着冰冷的尸体，逢人便求：求求你们，给我一点药吧，我的孩子病了，需要吃药。村里人看着他，或叹息或嘲笑，无人能给治死人的药。他抱着尸体流浪了3天3夜，直到遗体散发异味，依然不肯松手。最后，一位好心智者指引他去祈树给孤独园吧，佛陀在那里。世上若还有人能救你的孩子，只有佛陀了。吉沙果檀弥如抓住了救命稻草，跌跌撞撞扑到佛陀面前，跪地哭喊着：世尊啊，求您发发慈悲，给我一点药，救活我的孩子吧。佛陀看着悲痛欲绝的母亲，满眼慈悲。他没有讲死不能复生的冰冷道理，因为对陷入极度情执的人，道理是无用的。佛陀轻柔地说：果檀弥，我有治病的药，但需要一味特殊药引。你必须去城里找一户从没死过人的人家，讨一粒芥子。只要找到这粒未沾染死亡气息的芥子，孩子就能醒来。他眼中重燃希望，将孩子轻轻放下，发疯般跑向城里。他敲开第一家的门，焦急询问，对方却悲伤摇头：我家有芥子，但上个月老父亲刚过世。他没放弃，敲遍了城里每一户门，得到的答案却如出一辙：丈夫死于意外，女儿前年病逝，家中长辈早亡。当敲完最后一扇门时，天黑了。他颓然瘫坐路边，那一瞬，脑海中紧绷的弦断了，伴随断裂，一道强光照进了他疯癫的心中。他骤然明白了一个宏大而残酷的真相：死亡并非他一人的苦难，生老病死是世间万物无法逃避的铁律。世上根本没有从未死过人的人家。他的心识猛烈翻转，看着一直紧紧抱着的执念，他意识到肉身不过是地水火风的短暂聚合，孩子只是因缘际会下的短暂过客，缘尽便该放手。吉沙果檀弥平静起身，将遗体带至森林安详埋葬。随后他回到佛陀面前，平静顶礼。佛陀问：果檀弥，找到那粒芥子了吗？吉沙果檀弥双手合十，眼中不再有疯狂的执念，而是充满了开悟的清明。他说：世尊，我已经找到了，那粒芥子就是看透世间无常的智慧。我不再需要复活肉身的药了，因为您已经治好了我灵魂的病。从此，吉沙果檀弥出家，成为了一名比丘尼，最终证得了阿罗汉果。各位有缘人，吉沙果檀弥的觉醒是一次被痛苦逼到绝境后的触底反弹。请你不要害怕你现在所经历的痛苦，更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这在佛教里叫做开悟之眼，准备睁开了。无名指长于食指的人，天生的灵识就没有被完全封闭。
你过去生生世世在寺庙里、在深山里修行的记忆，正在透过这些直觉、梦境，甚至透过你生命中的那些剧痛，不断地敲打你。他们在提醒你，醒醒吧，你不是凡夫俗子，你只是暂时借住在这副肉身里。这种灵性的觉醒，会让你开始改变交友圈，远离那些只会消耗你的人。你可能会开始学着静坐、抄经，或是接触身心灵的课程。别抗拒，这是你灵魂重返本源的必经之路。你不是疯了，你只是终于醒了，走过了无人能懂的孤独，经历了财富的来去，熬过了痛彻心扉的情节，也迎来了灵性的猛烈觉醒。现在你要面对的是你这辈子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道关卡，寻回你的天命。很多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在30岁到40岁之间，或者在经历了人生大半辈子的风雨后，会在某一个平凡的瞬间，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你开始对过去那些纠结、放不下的恩怨，突然就释然了。你的内心会生出一种很笃定的力量。你突然知道自己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了。为了让你更深刻地理解什么叫做天命，我想跟你分享佛教中一个关于选择与度化的宏大故事，名叫不度和尚的传说。相传在非常久远以前，有一位修行了99世的无名老和尚，他每一世都持戒极为严谨，吃尽了世间苦楚，行遍了千山万水，只为证得圆满，彻底脱离六道轮回的生死苦海。第100世的晚年，老和尚终于功德圆满。在他生命尽头的那天，天空响起美妙的梵音，天女散花，异香扑鼻，虚空中出现了一条浩瀚无边的金色长河，河的对岸便是闪耀着无尽光明，没有任何痛苦的极乐净土。河岸边停靠着一艘闪烁七彩光芒的接引法船。摆渡人双手合十，微笑着说：尊者，您历经百世苦修，终于洗净了业障，请上船吧，彼岸就是您永恒的归宿，那里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爱恨情仇，您终于可以永远安息了。老和尚看着金色的法船，心里充满平静与喜悦。他缓缓迈开脚步，准备踏上甲板。然而就在脚尖即将落下的瞬间，背后突然传来一阵极其凄厉却又微弱的哭喊声。他停下脚步，回过头去，只见金色长河之下是一片深不见底、漆黑如墨的无间苦海。无数众生在黑色的泥沼中痛苦挣扎，他们互相撕咬伤害，因愚痴、贪婪与仇恨，在这片业力海水中沉浮，发出绝望哀嚎。老和尚愣住了，他看了看对岸无比祥和的极乐世界，又回头望向身后充满血泪的苦海。摆渡人看出他的迟疑，轻声劝道：尊者，众生因自造恶业而在苦海受尽折磨，这是他们的因果，您帮不了所有人。您已为自己修得正果，赶快上船吧，别错过这百世难逢的机缘了。老和尚低下头，看着自己因常年合十礼佛而布满老茧的双手，他特别注意到那根比食指还要长的无名指，那是代表着太阳的位置，印刻着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宿命与悲怨。他闭上眼睛，一滴滚烫的泪水从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当他再次睁眼时，眼神中不再是对极乐净土的渴望，而是一种无比坚定、深沉的悲悯。他慢慢地收回了那只即将踏上法船的脚。尊者，您这是做什么？摆渡人惊讶地问道。老和尚转过身，面向漆黑苦海，双手合十，立下如洪钟般震撼天地的誓言：若这世间还有一人被困在黑暗中哭泣，我独赴光明又有何意义？我的这份光明不是为让自己逃避痛苦而修来的，
而是为了让黑暗中迷路的人能有一点点依靠。老和尚平静地微笑着，我不渡这条河了，我要回到泥沼里去，做那苦海中的一块踏脚石，哪怕只能让一个众生踩着我的肩膀爬出泥沼，我这百世的修行才算真正有了着落。言罢，他毅然转身，没有一丝留恋地背对极乐净土，一步步走向腥臭冰冷的苦海深处。随着他的走入，他身上散发的金色佛光化作点点温暖星光，融入无数挣扎的灵魂之中。这便是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愿力缩影。老和尚最终成了苦海中最坚定的一座灯塔。请记住，这个所谓的天命，不一定是世俗眼里那种惊天动地的伟业，不一定要你创立什么大企业，或者赚上几十亿。你的天命可能只是写下几段温暖的文字去安慰陌生人，可能只是成为一个充满耐心的长辈，把善念传递给下一代，可能只是学会某种疗愈的方法去帮助身边生病的朋友，甚至只是在别人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给予一个深深的拥抱，一句不带评判的倾听。你会发现，你身上的能量不再只为了自己的一日三餐而活，不再为了个人的得失而痛苦，你开始想要为这个整体，为身边的众生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佛教里说的度己而后度人，这正是你身为散仙转世最终要完成的任务。你这半生的颠沛流离，你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流过的泪，都不是白费的。老天爷把你丢进最深的黑暗里，不是为了惩罚你，而是为了让你在黑暗中学会怎么为自己点一盏灯。因为只有当你自己经历过绝望的黑，你才知道怎么去照亮别人。你再看看你手上那根比较长的无名指，在命理中，那是太阳的位置。太阳的特质是什么？它不求回报，它不跟星星月亮争宠，它只管发光。你不是来这个世界流浪的，也不是来受苦的，你是带着天界的记忆来这个世间做一盏灯的。你走的苦，是因为你走得远，你来的累，是因为你爱得真。当你认回了这个天命，你就不会再去跟别人争世俗的输赢了，因为你心里很清楚，你跟他们从来都不在同一条赛道上。六祖慧能大师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不是把你关在深山老林里，不是让你每天敲木鱼念经，什么事都不做。真正的修行，就在你的柴米油盐里，在你的起心动念里，在你面对那些难搞的人际关系时，你该怎么安顿自己的心。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带着发光的使命，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被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事物给绊住了。我帮你整理了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步骤非常简单，请你把它当作专属你的日常护心清单。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清零法。这类灵性高的人脑子转得很快，晚上特别容易失眠多梦。从今天起，不管这一天过得有多糟有多累，睡前请你坐在床边，闭上眼睛，做3个深呼吸。在吐气的时候，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今天这一切，不管是赚到的钱还是受过的气，都是借来的体验。现在我把它们全部还给天地，把白天那个容易焦虑容易执着的自己，随着呼吸清空，带着干干净净的灵魂入睡。你的睡眠品质和梦境会变得非常平静。第二个行动，开口前的3秒钟慈悲。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你们这类人常常因为别人不懂你，而在感情或人际关系里受挫吗？从现在开始，当你面对家人、伴侣或者那些惹你生气的人，当你忍不住想脱口而出抱怨，甚至想指责他们，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都不懂的时候，请你先在心里默数3秒钟。这3秒钟
是给你用来转念的，把那句带刺的话吞回去，换成一句温和的表达，或者在心里默默对他说一句：我祝福你。记住，你的无名指代表太阳，你的嘴巴是要用来吐露芬芳，照亮别人的。当你学会了口吐莲花，你身上的恶缘就会自动退散，善缘就会一直靠过来。第3个行动，每天做一件微小的布施。我们前面提到，你的财运要靠布施心来稳定，但布施绝对不只是捐钱。今天出门，对大楼的管理员或是打扫的阿姨露出了一个真诚的微笑，在公车上让个座，甚至只是在马路上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你在心里默默为那个生病的人祈愿一句：愿你平安。这都是布施。你只要每天做一件这样不求回报的小事，就是在启动你身上的散仙能量。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不再觉得孤单了，因为你的心量变大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都在向你汇聚。最后，当你在生活中觉得快撑不下去，快被压力压垮的时候，请你用左手轻轻握住你右手的无名指，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来这里是为了经历，不是为了困住。我有足够的光可以照亮这一切。我们常说，一切有相皆有因果。你今生长了怎样的掌纹、骨相，其实背后都是你过去生生世世修来的结果。这副身体不仅仅是肉身，更是你灵魂形状在这一世的投影。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无名指比食指长，请你从今天起不再把它当成一个随机的生理特征，它是一场命定的安排，是一段由过去种下今生要开花的因果业力。这世界或许不会因为你是谁就对你特别温柔，你依然会面对柴米油盐，依然会经历生老病死、聚散离合。但当你开始懂得这一切都不是迷信，而是对自己真正来处的一次认回，你就不用再怀疑，也不用再害怕了。你走的每一步看似孤单，其实背后都有天界在温柔地守护着你。你越往心里走，就越接近你的源头。这一世你是凡人，但你的灵魂不只是人。当你记住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那么怕黑夜，不再那么怕别人不懂你，因为你会懂得真正的家不在尘世的繁华里，而在光里。而你就是那个诚愿再来把光带给这个世界的人。不要再为过去流过的眼泪感到委屈。你走的苦是因为你走得深，你来的累是因为你爱的真。你所受的每一次伤都是为了撑大你的心量，让你未来能够装下无尽的慈悲。各位有缘人，今天的这支影片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一次重逢与共振。如果你看到这里，心底有一种被深深触动，甚至眼眶微热的感觉，那说明你内在的灵性已经被彻底唤醒了。在这部影片即将结束的此刻，我想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场修行中最圆满的一步。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或是为自己与家人祈福。你可以写下：我愿意接纳所有的好运，我愿意成为一束光，照亮自己与他人。或者只是简单的为这个世界留下一句：愿一切众生平安喜乐，远离病痛。请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的几行字。当1000个人、10000个灵魂都在这里留下善念时，这个留言区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巨大、充满着佛菩萨加持的正向磁场，而你就是这个慈悲磁场的创造者之一。佛家说，宇宙间的能量是圆的，你今天在这里给出的每一分祝福，最终都会化为千百倍的好运与平静，源源不绝地回到你的生命里。这一世，愿你在这5重人生关卡中，不只是走过，而是觉醒；不只是经历，而是升华。愿你自在、无畏，充满光芒。感恩你的相伴，我们下次见。